录制结束，王一博带着肖战告别众人，两人接下来还有个采访，只有等采访完毕后才能换装。采访期间，他们被要求看第一次相遇时的那期《天天向上》，他只能尴尬地红着脸和王一博一起再次观看当初的场景。王一博哈哈大笑，怎么也没想到当初那个尬出天际的少年嘉宾，现在会以这样的身份坐在自己的身边。相隔2年，再回来，际遇、环境、关系都变得完全不同，两人你一句我一句，主持人不得不多次打断才能将问题继续下去。结束后，他不仅抹了把汗，对着一旁的工作人员道：“我从来没见过一博这么多话，我差点就问不下去。当然，这些话不会让两人听见，即使听见了，肖战也不过说一声，我就说王一博话多。”你们还不信？王一博掏出钥匙开了家门，想象之中的黑暗没有到来，反而迎来了一片橘黄色的灯光，温柔地为他拂去深夜的疲倦。肖战为他留了灯，王一博笑笑，轻手轻脚地换了鞋，手里拎着的饭盒放到茶几上，自己踩着地毯来到沙发前，果然逮到了他睡着了的哥哥。王一博在他旁边坐下，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。今天着实是很充实的一天。节目散场的时候，他们主持人有事要先行离开，肖战还在台上吃串串，见到他走过来，并不存在的兔子耳朵都像要竖起来了。他简单跟肖战说了一下情况，中途看见他吃的油亮亮的唇，差点想直接上手给他抹掉，好在他忍住了，只在下台的时候给肖战做了一个手势，意思是稍后联系。想来之后，肖战就乖乖回了酒店，还留了灯等他。王一博把肖战身上披的外套向上提了提，肖战却正好在这个时候醒来，大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先迷迷糊糊地握住了王一博的手，整个人在他怀里蹭了几下，小声嘟囔着：“你回来了啊？”“回来了。”“先起来吧，睡沙发上容易着凉。”王一博顺势搂着往他怀里钻的肖战，让他坐起来。奈何肖战刚刚睡醒，全身软得跟没骨头似的，环着他脖子才不至于再滑下来。王一博被他磨得没火气，低下头凑向他哥，半骗半哄地拉着肖战交换了一个黏黏糊糊的吻。肖战还挂在他身上，哼哼唧唧地接受他的吻。他们亲了一阵，直到肖战先投降，开始捶王一博的背，王一博才放开他，声音还有点沙哑：“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，谢谢王老师。”肖战是真的醒了，后知后觉地想起自己刚才的姿势简直比他家坚果还粘人，耳朵先一步红了，一秒从王一博身上撤离，还欲盖弥彰地咳了2声。王一博只笑着看他，他刚从电视台回来，身上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换。肖战瞅了他2眼，忽然想起来正事，刚刚节目组留你干嘛了？就主持人的一些事，补录一下，我怕你累了，就先让你回来了。肖战点点头，刚打算起来活动一下睡麻了的腿，余光瞥见茶几上的饭盒，他记得他入睡之前还没有的，应该是王一博带回来的。察觉到他的目光，王一博伸手打开了饭盒，里面装的居然是节目里的串串，各式各样的都有，无一例外全是红艳艳的，撒着一层辣椒和孜然。肖战本来在节目上就没吃几口，肚子有点饿了，现在闻到香喷喷的串串，食欲立马被勾起来了。我看你台上挺喜欢吃的，正好嘉宾们多带了，我就打包了点回来，你趁热吃。说完，
王一博就要起身去拿筷子，刚站起来就被反应过来的肖战拽住了。他疑惑地转过头，肖战脸有点红，眼睛却是亮晶晶的，示意他弯腰，飞快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然后害羞似的推着王一博赶快走。王一博摸了摸被亲的地方，笑了笑，进了厨房。王一博在厨房拿着碗筷，肖战在客厅也没闲着，手按捺不住地伸向茶几，饭盒被他移动到一边，露出了下面压着的东西。肖战咦了一声，认出来那是节目里出现过的相册，就是王一博小时候的那一本。他当时在台上想看来着，被底下观众的尖叫声吓住了，没敢翻，现在倒是有了机会。所以等王一博从厨房里走出来，看见的就是肖战捧着那本被他偷偷摸摸拿回来的相册，在沙发上笑得前仰后合。见他来了，肖战伸手招他，把手里的照片指给他看。王一博，你看你这张。王一博不想理他，径直走到沙发边，放下手里的碗筷和水杯，默不作声地收拾桌子。肖战笑了好一阵才笑够，想起来他的恋人半天没说话，就颠颠地向王一博那挪了点位置，带着点揶揄的语气喊他：生气了，王甜甜。王一博本来是假装生气，更多的是害羞，偏偏肖战恃宠而骄，仗着他不会真生气，肆无忌惮地趴到他边上继续喊：哎，小朋友怎么不理我了？这么不尊重我这个哥哥呀！听到肖战的惨叫声，想要回答肖战的念头升起，甚至还想翻个白眼。哥哥待会儿别哭出来就好。王一博冷冷地回他一句。肖战瞬间想起了每天晚上被他口中的小朋友折腾得死去活来的情景，立马坐直了身子，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手里却还攥着那本相册不放。王一博见他安分许久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肖战正对着照片出神，见他看过来，弯了弯嘴角：你这会儿多大？11年前，10岁吧。肖战愣了一下，笑开了。那会儿我估计在高中教室里坐着吧。王一博也愣了一瞬，他们的年龄差距从来没有影响过什么，以至于他时常都忘了，他们之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6年的时间赛跑。当他在沙堆里皮得他妈都不认识的时候，肖战已经在高中的教室里奋笔疾书，努力走向灿烂的未来。他们本该相隔千里，相互不识，就算节目里遇见，也只该是遥遥的一点头。好在肖战在岁月的长河中驻足停留，王一博在时光的轨道中拼命前进，直到今天的并肩而行，何其幸运。肖战知道王一博跟他想到了一起，但他也没有说什么。他们之间永远不必说太多言辞。他拿过王一博给他摆好的串串，自顾自地吃了起来，只是不动声色地又靠着王一博坐近了一点。劳累之后的夜宵永远格外的鲜香，衬上窗外星星点点的灯光。王一博处理完微信，一抬头就看见肖战拿着一根串串放进嘴里，另一只手还拿着好几串。要不是那串串是浸满辣油的，还真有几分像兔子啃草。肖战正吃得欢，看见王一博在看他，抬起手里的串串问他：你不吃点？不了，太辣了，我吃不了。肖战正想继续低头吃串串，却发现王一博看了他好几眼，似乎还有点坐立难安的样子。肖战有点好奇了，他加快速度解决掉最后几串，抬眼一看，发现王一博还在盯他，挑挑眉。王老师有话说。被戳穿的王一博饱含深意地看了他几眼。肖老师吃完了。肖战点头，王一博就起身收拾东西，
顺手丢了个毛巾给他擦手，自己把桌面收拾得一尘不染了，才从口袋里掏出来个天鹅绒的小盒子。肖战的心跳声瞬间就调高了音量，他眼睁睁看着王一博把盒子打开，里面是一枚做工精巧的戒指，和王一博手上戴的那枚异曲同工，细看却有些不同。他有点疑惑地看向王一博，王一博好像有点紧张，手在西装裤上蹭了2下，才把戒指拿出来，小心翼翼地递到肖战面前，跟我手上这个是一对的。他抬起手，把自己手上的戒指给肖战看，就觉得这个戒指对我挺重要的，也想给你一个。肖老师现在收一下。他还有点紧张，手心微微出了一层汗。他不太善言辞，不过还没等他在说话，肖战就伸手把戒指从他手里拿走了，毫不犹豫地戴到自己的无名指上。好看，真的好看。戒指在灯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，一如那年天天向上的聚光灯照在王一博的脸上，为他叩响梦想的大门。好吧，肖战承认他有点想哭，但他努力抽抽鼻子忍住了，不能在小朋友面前丢脸。他想，过几天或者几个月，他一定要给他们2个亲自设计一对戒指，好歹他还是设计师呢，不能输给王一博。王一博，我在。肖战眨了2下眼睛，忽然张开双臂，做出一个要拥抱的姿势。王一博当然抱住了他，他哥抱在怀里暖乎乎的，发梢间是和他一样的洗发水的味道。他们在一起做了很多很多事，他们早已从陈情令的那个夏天走出，开始了他们接下来的旅程。王一博把怀里肖战抱起来，走向卧室。离天亮还有很久，他还有时间好好陪他的爱人。